他们竟然让兽神帝天受伤了！今天真的是兽神的生陨之日。80万年兽神帝天为什么会被圣灵教重伤？钟离巫哪来的勇气，竟敢杀帝天，夺魂环魂骨？在最新的预告中，霍雨浩与帝天开战。80多万年修为的兽神帝天是公认的大陆第一强者，连普通极限斗罗都不敢正面与之硬汉，为什么会被圣灵教打成重伤？教主钟离巫又是哪来的底气，竟敢追杀帝天，图谋他的魂环魂骨？很多人觉得这是战力崩塌，其实根本不是正面实力的差距，是多重巧合与阴招叠加在一起，才让这位兽神吃了大亏。先说帝天为什么会中招，最核心的原因是他从始至终都没把人类阵营当成真正的死敌，全程心神都拴在霍雨浩身上。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带走霍雨浩。所以从开战到结束，状态本身就是松弛且分心的。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日月帝国的联动魂导器打了他一个信息差。帝天上次见识人类魂导器还是兽潮时期，在他的固有认知里，魂导器威力有限，根本威胁不到顶级魂兽。可这次橘子指挥的联动攻击魂导器10几道强光齐射的能量总和，已经摸到了极限斗罗层级，逼得他只能不断动用空间之力躲闪，硬生生耗掉了不少精力，也彻底打乱了他的节奏。而真正让他受伤的是圣灵教的阴损偷袭。钟离巫从头到尾都不敢正面交手，他精准钻了帝天被魂导器牵制的空子，抽掉战场上刚战死的数万士兵怨灵，炼化成血海怨灵矛。这招最阴的地方不是杀伤力，是专门封禁空间。帝天最依仗的空间瞬移直接失效，就是这短短一瞬的停顿，让他没能完全躲开攻击，被怨灵矛刺入体内。说白了，这从来不是实力碾压，而是趁人之危。再说说钟离巫的底气到底从何而来？他敢打帝天的主意，首先是被橘子一步步勾出来的贪念。橘子故意抛出帝天肉身可炼傀儡，魂环魂骨得之便可天下无敌的诱饵，把钟离巫的野心彻底撩拨了起来。对邪魂师来说，兽神的躯体与本源就是天底下最顶级的材料，只要能得手，别说圣灵教称霸大陆，他自己都能顺势冲击极限斗罗，这份诱惑足以让他赌上一切。其次是他严重误判了局势，在他的视角里，帝天先和玄老死战，又应接霍雨浩的极致之兵，再被联动魂导器轮番围攻，早就已经是强弩之末，自己这记怨灵矛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笃定帝天伤势极重，逃回星斗也只是苟延残喘，现在追过去就是捡漏，完全没考虑还有10大凶兽坐镇，自己深入腹地等于自投罗网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他对邪魂师秘法有着盲目的自信，他觉得怨灵的怨气会一直在帝天体内肆虐，不断啃食他的本源，只要自己一路追着打，就能慢慢磨死兽神。可他根本不知道，帝天的伤势看着骇人，实则根本没动摇根基。等帝天回过神来，他那点手段根本不够看。说到底，帝天受伤从来不是实力不如人，而钟离巫的勇气全来自贪婪，本质就是一场被人当枪使的投机冒险。真要正面对决，别说一个钟离巫，就算10个加起来也碰不到兽神一脚。